2013年的夏天，我做了一个梦，梦里面我带着一个小男孩和一个小女孩去吃肯德基。去吃肯德基的路上，就要等一个很长的红灯。等红灯的时候，两个小朋友跟我说：“你从今天开始，可不可以不要再去吃肯德基了？可不可以不要再吃肉呀？”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在梦里边很豪气的说：“当然可以呀！”当我说完这句话，他们两个突然合体，变成了一个绿色的佛祖的样子，飘在空中对我说：“那你可不可以为我画佛像呀？”我也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就说可以呀。我就是学美术的嘛。梦醒了以后，我就开始吃素，然后我的命运就此开始转动。我开始到处寻找可以学习画佛像的地方。经过在网上的一番询问，我找到了麦宿这个地方。找到这个地方以后，网上的信息太少，所以2014年的夏天，我决定自己出发，来一趟麦宿，看一下这里到底是不是真的像网上说的那样子，可以学习画画。没想到这一出发便是10年。来了麦宿，找到了唐卡班，拜访了老师，跟他说了我想学习唐卡。老师也不认识我，但是也是二话不说同意了我的请求。我便开始了打格子，开始学习画唐卡。开始只是想体验学习一下，并没有想待太长时间，因为那个时候我还在读大3。2014年是我马上要毕业的大4，所以就想趁着暑假过来体验一下。但是没想到待了2个月以后，我突然发现这就是我这辈子应该要做的事情，我必须为了这件事情去做点什么。所以我很果断地回到学校办理了休学1年，给自己1年的 gap 的时间，来好好验证一下我的想法是不是对的。所以2014年的下半年开始了我常驻画室的时间。因为在藏地这种师徒教学体系下，不像在汉地的学院教学，你的学习进程并没有一个确定的时间。就这样子，我从夏天做到了冬天，从每天都是打格子画菩萨的线稿，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开始上画布画颜料。突然有一天，我的老师坐在我的前面画一幅大壁画，他突然转过头问我：“你叫什么名字啊？”这么多年过去了，我现在回想起来，可能就是那一刻，我的老师他从心里开始慢慢接受我真的是来学唐卡的，我真的变成他的学生，应该就是从他问我叫什么名字那一刻开始。这一刻我花了半年的时间。那个时候来唐卡班上课的学生有30-40个同学，但是只有我一个女生，并且还是唯一的一个汉族人。所以那个时候老师每天上课的时候都会嘱咐同学们一定要平时给我多帮忙，不可以欺负我。但是那个时候我听不懂藏语，也不知道他们聊的是什么。这是很多年以后，当我完全融入唐卡班，和同学们都建立了很深的友谊以后，其他同学告诉我的。现在想想，如果没有老师的关心和爱护，我肯定是没有办法一直能够坚持学下来的。所以这么多年，每次我想到这件事情，我就会想到咱们一句古话，叫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到底是什么意思？2015年，一个老师对我说：“你这样子画唐卡不行哟，你需要好好的学佛，因为唐卡是佛法的延伸，如果你不学佛，你是永远画不好唐卡的。”这句话仿佛点醒了我。这一年我皈依了，而且我还接受了萨迦派道果的教学与许。这一年我接受了很多大灌顶，也去拜访了很多上师，学习了很多佛法的课程，也经常和当地的老百姓一起参加佛法的共修。当然画唐卡也是没有停下来，一直在努力的学习。还记得我2014年休学了1年吗？2016年我复学了，顺利的拿到了我的本科学历。只要因为是大4，老师们对我这种休学去追求梦想的做法，这种孤勇也是带着一丝欣赏，所以大4对我的要求并不高，只是在必要的时候返回学校完成作品就可以。所以2016年我顺利的毕业，并且拿到了我的本科学位。2016年除了毕业，也发生了另外一件影响我很大的事情，那就是因为我租的房子是一个阿飘房，发生了很多事情，所以我的师母把画室旁边一个小房子装修了一下，让我搬了进来。从此这个小房子就是我在麦宿的第一个家，我在这儿住了好多年。2016年一整年画唐卡，跟老师学怎么做毛笔，怎么做颜料，和同学们一起出去耍把子，和老百姓一起去转经，就这样子过完了2016年。可是到了2017年，我无比的焦虑，因为休学1年，加上完全脱产学习画画1年，整整2年，
我的同龄人都已经步入职场，甚至结婚生子，可是我还是需要找家里开口要钱，我连100块钱都是需要家里为我出。我无比的焦虑，觉得自己钱没有事业，真的好失败，特别的焦虑。所以我也第一次对我画唐卡这件事情产生了深深的质疑和后悔。那个时候焦虑的每天都睡不着觉，头上长满了痘痘所以我决定放弃唐卡，去北京工作。我也很幸运找到了一份相对对口的工作，工作很忙碌也很充实。在那个时候工作经常出差，出席各种拍卖会，见各种各样的大咖，仿佛觉得好像学艺术有这样的工作和生活应该很好了吧。可是也许我的命运早就被写好了，我没有办法放弃佛法，也没有办法放弃唐卡。这个时候工作的时候，我也拜见了很多上师，每天自己念经，空闲的时候还是会画画，也是会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思考我的人生。现在有了工资，有了钱，但是我每天东奔西跑，我的意义到底在哪里？你看呀，人就是这样子，有了1就想有2，有了2又焦虑没有3。在当地学唐卡的时候焦虑没有钱，来了北京有了一份比较体面的工作，又觉得没有了梦想，又开始了纠结。虽然时间不长，但是好在公司工资比较高，攒了一笔钱，我也没办法放弃唐卡，我要回藏地继续学唐卡画唐卡。所以2018年我还是决定回到藏地，回到画室继续画唐卡。这一年除了画唐卡，我也开始了我的第一次闭关。这一次闭关是我第一次念了几十万遍的咒，每天安静地坐在房间里，只是做一件事情，就是念咒，学习佛法，做了2个半月。闭关的唐卡也是我自己画的，这一点让我无比的自豪。很顺利的完成闭关以后，日子就按部就班的还是开始了画唐卡。但是从2018年开始，我开始发公众号分享我和唐卡的那些事儿。这一年日子还是一样平淡充实，画室的同学更多了，也有了女同学。我还是和以前一样，每天日子就是画画，还有参加法会。这一年我还买了人生中第1辆摩托车，终于可以开着我的摩托车去我想去的任何地方去转经，去祈福。2018年在去转经的路途中，就这么平淡且充实的度过了。2019年我决定闭关，因为2018年那3个月的闭关让我对佛法有了更多的认识，也对自己未来的路有了更明确的方向。所以2019年这一年我决定闭关1年，不再画画，好好的闭关1年。这一年我专心的修习佛法，出门也只是去参加法会，除了参加法会的时候，我都是在闭关房里待着，没有出过门。最长的时间有4-5个月没有出过门，每天都是在房间里念经、学习、打坐。那个时候好几个月没办法出门买东西，也都是我画室的同学他们帮我买了送过来。几乎那段时间因为我闭关，他们对我几乎可以说是有求必应。也许是在闭关的时候心态比较平静吧，我的闭关房总是长出很多小猫来。2019年就在我的闭关和求法中，咻的一下时间就过了，这一下就来到了可怕的2020年。口罩的这3年，我在老家湖北最严重的地方度过了我的29岁生日。那个时候任何地方都不让我们湖北人出省，所以我在湖北待了5-6个月。也正是因为这5-6个月，我开始了我的自媒体生涯。我开始把我学习到的怎么做颜料、怎么画画分享在了自媒体上。也是因为这样，我现在认识了很多朋友，我开启了我唐卡的下一个阶段。我开始作为一个唐卡画家出售自己的作品，而不再是一个学生了。这一年解封的时候，我回到了藏地，因为希望自己的唐卡事业有一个新的发展，我从老师家搬了出来，换了新的房子，开始了我唐卡画室的新路程。我一直到现在都特别感谢开始找我画唐卡的师兄和藏家们。虽然画商业订单和画自己的学生作品完全不一样，如果没有他们，我不可能还能坚持唐卡这一条路一直走到现在。因为经验不足，不知道怎么去处理唐卡上面遇到的，但是因为我的第一批藏家是他们给了我信心，给了我勇气，可以一直坚持走下去，并且知道这条路一定是对的。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犯了很多愚蠢的错误，也和某些藏家有因为理念上的不同导致退单。我也在这个过程中不停的否定自己，又不停的鼓励自己，可以说是很艰难的完成了商业订单。2020年就在这兵荒马乱过完了。2021年我养了一只小狗，一只巨型贵宾叫乖乖，它的兄弟姐妹都被其他的买家买走了，因为它肚子上有一个脐疝，
所以像它这种有残缺的小狗一直没有被卖掉，但是这被我捡了漏，拥有了世界上最可爱、最听话，而且是最爱我的小狗，它一直陪着我，一直到现在。2021年拍了很多有关唐卡的视频，也有了更多的订单。这一年依旧是在摸索和努力中，很充实的过完了。2022年算是疫情最严重的时候，这个时候我必须回到了我的老家湖北。那个时候我就想，要不然就留在老家吧，反正画唐卡在哪里都是一样的。结果这一年，我不光要面对唐卡订单上的压力，我还需要面对家人永无止境的催婚，因为这一年我已经30多岁了，并且你身处这个环境当中，你的同学、你的朋友都已经结婚生子，而且我身边周围的人，他们都不懂唐卡，也没有人学习佛法。因为我20几岁还是学生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接触佛法，可以说我的很重要的人生观、价值观还有世界观是佛法塑造的。所以我在老家，或者是说我在世俗生活显得是那么格格不入，甚至是别人嘴巴里的怪胎，或者是更严重一点，可能是一个神经病。因为他们没有办法理解我为什么要拿着经书整天念经啊，我为什么要拿着念珠在那儿念经啊，他们觉得很恐怖，觉得我是怎么了，是疯了吗？真的，有些人甚至会把这些话说到我的脸上来，但是我受到的教育让我没有办法对他破口大骂，所以这样的日子我过得很内耗，这种纠结、内耗，还有这种不自洽，让我过得极其的痛苦。所以2023年，经过我慎重的考虑，我还是决定要回到藏地。我觉得藏地就是我的家，这个家是心灵上的舒适。在藏地，我念经，我去闭关，周围的人会给我竖一个大拇指，再也不会有人说我拿着念珠就是神经病。2023年，我回到了藏地，租了自己的一整套房子，回到了我最熟悉、最舒适的地方。日子总算是稳定下来。接着还是一直在画藏家们的订单，有了经验，所以面对问题也可以应对的稍微自如一些，并且在这个过程中认识到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他们会很温柔地告诉我，冉冉，也许你这样子画可能会更好看哟。这一年，我绘画的技法也是有了很大的提升。这一年，我完成了很多订单，在忙忙碌碌的画画生活中过完了这一年，来到了2024年。这是我来藏地画唐卡的第10年，在藏地的日子，时间仿佛都变慢了，没有什么大的波澜，不管是生活上的还是心灵上的。这一年就是在努力的画画，努力的发视频，希望能够让更多的人知道我在做什么，当然也希望可以有更多的订单。但是回想起来，这10年画唐卡的这条路，日子还是很简单但很充实，每天都很忙碌的在画画，包括我做这个视频都是花了10几天，一些零散的没有画画的时间拼凑出来做的，甚至我一度都想不要做了吧。但是今年是我来藏地画唐卡的第10年，好像我们中国人对于10这样子的大数字有一个执念，那总是要留一点什么。回想起这10年，也算是我自我梳理、自我反省的这10年。我这10年做了很多愚蠢的决定，但是也做了更多正确的决定。我遵循着自己内心想要的东西，一步一步的在走。虽然这条路走得很慢，我没有像很多百万博主或者是很多卖货博主一样做到了很大体量的粉丝量，赚到了很多钱。但是回想起我2013年做的那个梦，菩萨让我画佛像，我凭着一股不知道哪里来的孤勇来做这件事情。我那个时候坚信，菩萨让我做这件事情，他就一定不会让我饿死，那这条路他给我安排好了，我就走吧。一直走到了今天，虽然也没有赚到很多钱，可是也许是我对梦想的坚持，也许是我对佛法的理解和修行，让我觉得走到现在，让我觉得我的人生真的充满了光明。我觉得我很幸运，虽然来做一个画家，作为一个艺术家，这条路真的很不好走，但是这条路发生的事情真的让我很快乐、很平静。画唐卡和修行这2件事情，让我再找到了我存在的意义。还有几天就是2025年了，以2025年作为一个锚点，前面10年，2014年到2024年，这10年是我从懵懂到逐渐成熟的这10年，也是我唐卡之路从0到1的这10年，更是我学佛修行的路从无知到学习的这10年。那从2025年开始，我希望接下来的10年，我不会去预设它一定会怎么样，我知道我自己该走的路在哪里了，我只要往下走就可以。所以我期待下一个10年的开始，也感谢10年前的我，凭着一股傻气来到了藏地，学习了唐卡。
谢谢自己，谢谢这一路所有帮助过我、鼓励过我的朋友们。